从人群边缘到彼此看见，真正动人的故事往往不是一夜成名，而是被忽略的起点如何一点点发光。白鹿与王星越的最初交集并不带有任何命定 CP 的光环，他们在早期合作中或许只是镜头边缘的角色，是被主线叙事轻轻掠过的存在。但正是在这些不被聚光灯照耀的时刻，两人完成了作为演员最基础却也最关键的修炼、观察、吸收与沉淀。观众很少记得龙套的名字，却会在某一瞬间被一个真实的眼神或自然的情绪打动。白鹿的灵动与细腻，王星越的克制与层次，正是在这种低调生长的阶段逐渐形成。当他们再次相遇时，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细节反而成为彼此之间最稳固的默契基础。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并非依赖运气，而是凭借不断累积的表演厚度，让再次合作变得理所当然。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质感，不张扬却真实可感。当第二次合作来临，剧本开始给予他们更多空间，角色不再只是推动剧情的工具，而逐渐拥有了独立的情感轨迹。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演员之间的互动变得尤为重要。白鹿擅长将角色的情绪外化，他的表达直接而具有感染力，而王星越则更偏向内敛，通过细微变化传递情感。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演方式碰撞时，并未产生冲突，反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观众可以在同一场戏中既看到情绪的爆发，也能捕捉到隐忍的流动。这种互补型表演让他们的对手戏逐渐拥有层次，不是简单的甜或孽，而是带有时间积淀的复杂情感。观众开始意识到，这对组合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情感的建立从来不是台词堆砌，而是通过细节不断叠加。一个眼神的停留，一次不经意的靠近，甚至是一句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无声中推动关系前行。第三次合作意味着一种新的考验，如何避免重复，又如何进一步突破。对许多演员而言，多次搭档容易陷入套路化表演，但白鹿与王星越却选择反向操作，主动打破既有印象。他们开始尝试更复杂的角色关系，甚至在人物设定上进行反转。观众原本期待的熟悉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与不确定。这种变化并非风险，而是一种创作上的勇气。在这一阶段，两人的信任显得尤为关键。只有真正相信对方的表演能力，才能在镜头前毫无保留地投入。无论是情绪对抗还是情感交融，都呈现出一种更加真实的状态。观众逐渐从磕 CP 的表层快感，转向对表演本身的认可。他们不再只是期待甜蜜桥段，而是开始关注人物关系的逻辑与发展。这种转变正是演员成长的标志。可以说，三搭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品本身，更在于他们完成了从搭档到创作伙伴的升级。当第四次合作到来， CP 感这个词才真正被赋予重量。它不再是营销策略，也不是观众强行投射，而是一种在时间与作品中自然沉淀的结果。这种自然而然，恰恰是最难被复制的部分，因为它源于彼此对表演节奏的深度理解，以及对角色关系的共同构建。白鹿与王星越在表演中展现出的是一种经过反复磨合后形成的信任型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并不是简单的眼神交流或肢体靠近，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情绪同步。当一方情绪起伏时，另一方能够精准承接，甚至提前预判。这种默契让他们无需刻意设计高光瞬间，却能在不经意间制造出最打动人心的画面。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克制所带来的张力。成熟的演员往往明白，情感并不是表达的越多越好，而是在适当的边界内保留空间。正是这些未被说出口的情绪，
未被完全展开的关系，使观众产生参与感与想象空间。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剧情，而是主动进入角色的情感世界，进行二次解读与共鸣。这种高级的表达方式，使得他们的 CP 感拥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它不依赖情节反转或强烈刺激，而是建立在细节与层次之上，能够被反复观看，不断解读。观众在这种体验中，会逐渐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情感认同，仿佛角色之间的关系早已存在，只是被镜头记录下来。四搭的成功，不仅是人气的提升，更是一种创作地位的转变。他们不再只是被动适配剧本的执行者，而是能够通过自身气质与表演风格，反向塑造作品整体氛围的关键力量。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他们正在从演员走向创作者的更高阶段。白鹿与王星越的4次合作，不只是个人经历的叠加，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娱乐行业在高速变化中的真实轨迹。在流量至上、话题先行的语境里，许多作品依赖短期爆点来吸引关注，但往往难以沉淀长期价值。而他们的合作却呈现出另一种路径，通过角色塑造与表演细节，逐步建立观众信任，让被看见不再只是瞬间，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积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并非线性上升，而是在不断试探与突破中完成自我重构。从早期较为单一的角色类型，到逐渐尝试复杂情绪与多维人物，他们用实践打破了标签及定位的行业惯性。这种主动转型不仅拓宽了自身的表演边界，也在无形中提升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观众开始渴望更真实、更有层次的表达，而非模板化的情感复制。与此同时，长期搭档关系在他们身上被重新定义。过去，重复合作常被视为风险，容易削弱新鲜感，但他们却通过角色差异与叙事变化，让每一次重逢都成为新的开始。这说明，关键不在于是否重复，而在于如何变化。当创作者愿意投入更多精力打磨内容，所谓的熟悉感反而会转化为情感加成，使观众产生更深层的连接。从行业角度来看，这种模式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观众并非只追逐热度，而是在逐渐回归对内容本质的判断。真实的情感、可信的人物、细腻的表演，正在重新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核心标准。相比之下，短暂的话题爆发如果缺乏内容支撑，很难形成长尾影响。因此，他们的4次合作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演员搭档案例，更像是一种温和却坚定的行业提醒：娱乐产业若想走得更远，必须在速度与深度之间找到平衡。未来，无论他们是否继续合作，这段从边缘到中心的共创历程都已经证明，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热度，而是被认真对待的每一场表演。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也曾被白鹿与王星越的合作打动，或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情感的真实与成长的力量，不妨停下来思考几个问题。在你看来，什么样的 CP 感才是最打动人的？是甜蜜的表面互动，还是深层的情感逻辑？在当下娱乐环境中，我们是否应该给予演员更多时间去成长，而不是急于定义他们？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又能否以更理性与耐心的方式去支持真正用心创作的作品？你的每一次观看，每一条评论，都会影响行业的走向。也许，真正推动娱乐行业进步的，不只是演员与创作者，还有每一个认真感受内容的你。